哎，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抱歉，那个盗贼会拟态，让他给跑了。拟态？差一点就让他破坏了魔网。那边的德鲁伊，快来个自然之力！自然之力，疗伤用的。还是这玩意儿更好使。来，这种伤，德鲁伊是治不好的。哦。又是他。谁？巴蒂亚，一个危险堕落的邪教徒。这伤口正是他的风格。至于详细情况，你的那位家族骑士也许更清楚些。圣光未让我久留，高维大人，后会有期。以下的话，圣光神听不到，我只说一次。发展好你的领地，诸神虽多，却唯有圣光之神可以包容一切，你要好自为之。你的意思是？短期之内，不洁之风不会凝聚。再见了，开拓者。出发。住！大人，您知道拜伦去哪儿了吗？啊，拜伦？一整天了，一直都联系不上他。不得不说，这下连我都被您迷住了3秒。哼，走，钓鱼去。你确定不是圣女所为？将2人术化。除了触犯禁忌的德鲁伊，没人能做得出来。你的意思是，皮特曼有问题？不只是他，还可能与我的一位故人有关。大人，我再次请求您的信任。哦，我看过你的人物菜单，属性善良。属性？我肯定信任你啊！有什么话尽管说。大人。真凶一定还会再次行动，我有一个计划，但是，请不要告诉赫迪。菲利普，马上派人去找拜伦。是。大人，拜伦他……放心，他是我见过最优秀的骑士，他不会有事的。皮特曼是德鲁伊，刚来领地就出现了不洁之风，自然摆脱不了嫌疑。但是不能打草惊蛇，得让他自己露出马脚。这个真凶可不简单呐。是啊，本以为选了简单难度，现在才发觉，好像是地狱模式。老皮。该交代交代了吧？听说过万物中王会吗？万物中王会，玩弄生命，揉捏灵魂，相信万物都将灭亡的堕落德鲁伊组织。快逃！很不巧，万物中王会的某个重要角色盯上了你。巴迪亚，我说过，再见面时，我真的会杀了你。德鲁伊法术窥探生命能量，同样也可以对其肆意把玩，使用起来全凭良心。发现那2个领民被术化时，我就怀疑是万物中王会搞的鬼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涉及到我的一段波澜壮阔但却走偏了的黑历史。
不过我发誓啊，我早就已经和他们没有关系了。如何证明你不是巴迪亚的拟态？无法证明，这便是他的拿手好戏了，让人互相猜疑，分不清敌我。隐瞒信息，不及时通报，罚你半个月工资。别呀，那不是要我的命吗？看来你果然是真的皮特曼。啊，这，假如真凶不是皮特曼，那便坐实了是他。你的那位故人，对，邪教徒巴迪亚。大人，如果是他的话，请您不要插手，由我来解决。先回领地吧，还有个可疑的人等着我们呢。谁呀？那个工匠，詹妮佩罗。魔法豆和蜥蜴草，调和性不佳。下一个。这是什么酷刑吗？县祖大人，詹妮是4级符文师，刚刚是在帮忙测试配方啦。什么配方？水泥。县祖大人，你怎么了？你，你知道为什么被抓起来吗？是因为偷看您的笔记本，而且在你的行李中还发现了这个，其中有些关于魔网的内容，跟我这本笔记的记载完全相同。我不认为这个是巧合。我的笔记本是一位同门的遗物。遗物？他叫拉文凯斯，曾专注于魔网研究，重现魔网是他毕生的追求。但是，除了我，根本没有人在乎他的魔网。直到我来到这里，看到您的那本笔记。大人，我如此坚持魔网研究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让每一个平凡人都能用上魔法。审讯结束，瑞贝卡，给他松绑。以后就跟瑞贝卡一起搞研究吧。先从整理笔记做起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是刚刚水泥试验的失败品。哦。大人小心，稍有震动，它就会怎样？爆炸。水泥会爆炸，这合理吗？抱歉，大人，我这就把它们销毁。先等等，换个思路，你这个发明或许有大用。真的吗？当然，就叫它瑞贝卡水晶吧。放置水晶。好了。这次明明纯度更高啊，为什么没有炸啊？这些水晶性能不稳定，也许还需要调整材料。也许不是材料的问题，这些水晶的性能发挥受到周围魔力干扰的影响。想让它们性能稳定，您缺少一个常数。哦，常数？一个魔法常数。那是5年前，我刚去法师塔当学徒的时候，因为出身卑贱，总是被导师以各种理由惩罚。也是在那时，我认识了拉文凯斯。
私自闯进魔法实验室，小心这次被打断腿哦。我只是借了支笔而已。那些木板上的公式，是你算的？他和我一样，对魔法基础有近乎痴迷的追求，造诣也远超于我。我有个计划，要不要加入？什么计划？为了造福像你我这样的可怜人，我要重现魔网。我被他的精神吸引，很快便和他熟络起来，也帮他偷偷搬运着材料和文献。几乎只差一步，我们就可以完成魔网。但那时，导师抓到了我们，他替我接受了导师的惩罚。Jenny，拉文，导师让我去重建失控的魔力井，魔网的最后一步由你来完成。但是你，这条路上没有但是。还记得那个尚未确定的魔法常数 E 吗？我会在任务中亲自验证它。如果我活着回来 ，E 就等于 1.29；如果我没有回来 ，E 就等于1.66。他最后没有回来。大人，请允许我对瑞贝卡水晶进行常数调整。哦，要怎么做？激活水晶的同时，输入算好的魔力常数，只要在爆炸前将稳定值调整到100%，晶石就能达到稳定的性能了。这个方法确实可行，但是这条路上没有但是。他担心魔法干扰实验过程，拒绝了魔法盾的保护。大人，没关系吗？我相信他，也许他是我们当中最适合穿白大褂的那个人。稳定值17、35、29，出现波动，开始调整。48、72。大人，叫成功了！93、97。稳定值0，这个常数是错的。大人，他需要助手，用 E 等于 1.29再次计算。但那是排除的。炸了我顶着。是。重新计算魔力。稳定值82、93。大人，继续。稳定值急速下降中。继续。5、4、3，大人，会炸的！换用旧计算值。稳定值100，大人，成功了！可为什么拉文的常数出现了问题？因为比起魔网，他更在乎你。什么？在我的笔记中，有一条尚未破解的公式，1.29和1.66是这条公式的2个解。经过我的演算，数字中其中一个能让魔能变得更为强力，同时也变得很不稳定，而另一个数字则恰恰相反，它能让魔能消减，最终使魔力沉默，变得温和而可靠。可惜当时的拉文凯斯并不知道如何准确地使用它们，
他唯一知道的是你会不惜一切去研究这2个数字，这无疑会给你带来威胁。所以他只告诉了你半个真理，那个象征安全的常数。这样你在进行实验时，尽管得到的不一定是永远有效的，但永远是最安全的结果。正因为他不想让你遭受威胁，尽管代价是他的生命。1.66是他送给你的最后一个高阶的礼物。Hardy， 记录：发明瑞贝卡水晶的同日，詹妮佩罗测试出新塞西尔岭魔能发展的关键理论。作为纪念，我将之命名为拉文凯斯常数。菲利普大人，拜伦大人他，该死！拜伦大人，他在坦桑镇牺牲了。